丈夫为了追求刺激，光天化日就要在小作坊里复工复产。就在两人深入交流的时候，却被一个男人打断了好事。萎靡不振的丈夫瞬间火大，想要给对方点颜色瞧瞧，哪知对方是个要钱不要命的狠角色，一把就将丈夫死死顶住的大门推开，上去对着丈夫就是一个大逼斗，然后对着他的肚子就是狠狠一下。趁丈夫毫无还手之力，小帅就打算操作车床，卸掉他一只胳膊用来还债。因为债主每次往外借钱的时候，都会给借款人买一份意外保险，因此一旦借款人出现意外，债主马上就能拿到高额的保险赔偿金。眼看丈夫危在旦夕，情急之下，妻子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强行将丈夫救下，推出门外。趁丈夫还没反应过来，赶忙拉上卷帘门，脱的只剩下的内衣，准备色诱小帅肉偿抵债。妻子本以为只要是个男人，就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殊不知小帅刚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不守妇道的女人。他拿着眼罩狠狠地抽在女人身上，一番宣泄后，他便拉开卷帘门，一把将眼罩扔在丈夫面前。随后妻子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地跑出门。看到这一幕，丈夫哪里能忍？然而丈夫终用不过3秒，就再次被小帅按在了车床上。小帅丝毫不会心软，给丈夫嘴里塞了只手套，便立刻启动了开关。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胳膊被绞了下来，再次顺利完成一单。小帅开心地买只鸡回家庆祝，谁知道半路不小心滑倒，刚买的鸡也趁机迅速溜走。他刚起身调整好，打算再次去抓，谁知又摔了个人仰马翻。等他狼狈起身，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帮他抓住了鸡，而本该礼貌说声谢谢的小帅，却只是一脸冷漠地接过鸡，转身离去。小帅每天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飞刀钉向墙上没有脸的画像，因为他没见过妈妈的样子，所以只能以此发泄自己的怨恨。他刚将鸡处理好炖上，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再次看到中年妇女王姐，他根本不想理会，直接关门，哪知对方用手死死卡住门锁。小帅本以为他吃痛后就会知难而退，没想到柔柔弱弱的王姐也是个狠人，无论小帅怎么拽门，他就是不肯松手。就连心狠手辣的小帅也不禁疑惑起来，王姐是要干什么？结果他二话不说闯进屋子就干起了家务，顿时让懵逼的小帅更加懵逼，任凭小帅说什么问什么，王姐充耳不闻，只自顾自的干活。忍无可忍的小帅直接将人强行赶了出去。谁知道等他再次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就发现王姐根本没走。王姐拿出匕首一步步靠近小帅，自知因为要账得罪了很多人，小帅只以为王姐是来找自己报仇的，于是撩起衣服表示让他刺上一刀就算2清。谁知王姐并未动手，而是将刀还给了他。小帅十分不解，却也什么都没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王姐越是这样，他越是不安。他坚信对方一定别有用心。心绪不宁的小帅朝窗外看去，果然发现王姐正在楼下盯着自己。等第二天他再次出门要账，就看到王姐在他门口守了一夜。小帅装作没看到，径直离开，可王姐却好像阴魂不散，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对方不说，他也不会主动去问。可这次王姐却叫住了他。미안해널버려서씨발뭐라그랬어지금용서해줘이제찾아와서좆가는소리하지마为了让小帅幸福，王姐直接跪在了小帅面前。무슨개수작이야미친년아니야강도이빨내이름부르지말라고씨발년아 내이름부르지마나아무도없어小帅不想多做纠缠，转身就离开了。哪知王姐依旧锲而不舍地跟了上去。小帅来到一家五金店，欠债人老刘老实地将挣到的钱全部交了出去，但小帅却表示这远远不够。看到对方的老母亲在里面，他一把就将老刘拽了出来，当着老母亲的面狠狠抽着男人。他的目的就是让老母亲拿出积蓄。意识到对方真的没有钱，他便将老刘带到一处烂尾楼，看着小帅在测量高度。老刘知道这是要将自己的腿摔断，从而拿到保险金。可这样的话，他就成了母亲的负担。他想直接从高处跳下去摔死，但死亡保险手续非常麻烦，小帅才不会那么蠢的如他所愿。不等老刘再说什么，他直接将人推了下去，随后对一直跟着他的王姐警告，让他赶紧滚远点，不要再跟着自己，不然就将他也从这里扔下去。可王姐毫不畏惧，一心就想弥补自己的过错。虽然小帅放出狠话要弄死王姐，但他却没有对王姐动手，这就意味着小帅正在逐渐相信自己。随后小帅下楼查看，发现老刘这种程度的伤根本没有达到保险公司赔付标准，于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垫在老刘腿下，然后就是狠狠一脚，确定老刘腿已经断了。小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饱受折磨的老刘传来一声声咒骂，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王姐忍无可忍，再次在老刘腿上补了一脚，并警告他不许咒骂自己儿子。完成自己工作，小帅就打算回家，看到依然紧跟不舍的王姐，他再次发出呵斥，试图将其赶走。哪知王姐丝毫不受影响，自顾自地询问他一会想吃什么。돼지? 장어?
오래 내가 사갈게. 내가 알아서 해. 王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让小帅十分无奈。没一会，王姐就敲响了房门，并送上一条鲜活的鳝鱼。这次小帅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接受。王姐看出了小帅的纠结，知道自己要换套路了。她直接松手，任由鳝鱼摔落在地，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这可把小帅整得一愣一愣的，看着鳝鱼身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小帅内心防线正在悄然崩塌。那条鳝鱼他既没有吃也没舍得扔，而是养在了鱼缸里。从那以后，他就会时不时地盯着鳝鱼深思。王姐的身影在他脑海中再也挥之不去了。随后他再次朝窗外望去，可令他失望的是，他再也没看到过王姐的身影。之后他变得整天焦躁不安，好像弄丢了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为了缓解心中焦虑，他甚至还因此喝上了酒，但依旧无济于事。最终他趁着酒劲拨打了王姐的电话，并将她约到了家中。他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已，愤怒地让王姐拿出证据，证明她就是自己母亲。 엄마라는 증거를 대라고. 내 몸에 큰 점이 하나 있어. 어디야? 진짜 엄마만 알 거 아니야. 可王姐却说那时候她年纪太小，生下她后十分惶恐，来不及仔细看就逃走了。不知小帅是否是真的信了。他从画像上抽出刀子，便径直走进了卫生间。很快，小帅带着一样东西来到了王姐的面前。 엄마라면 이걸 먹어. 王姐深深地看了小帅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直到看到小帅腿上流淌的鲜血，她才明白了一切。她强忍着不适咽了下去，然后一把抱住小帅，试探着询问他是否接受了自己。不成想却被小帅一把甩开。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小帅将王姐死死按住。此时他早已失去理智，好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他恨妈妈生下他却不能负责，让自己孤独痛苦地活在世上。他现在只想回到娘胎，就当自己没有被生出来。面对疯狂的小帅，王姐彻底被吓住，他不断地痛哭着，这才让小帅渐渐冷静下来。看着王姐躺在地上那副可怜的模样，他丝毫没有报复的快感，反而默默地回到床上，不再说一句话。这时王姐也意识到，既然自己没有被赶出去，那就说明小帅已经从内心接受了自己，而他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就是要用最残忍的杀人诛心来报复小帅，因为自己残疾的儿子仅仅是因为借了3000块钱周转店铺，结果由于没有仔细查看借款协议，导致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金加上利息就翻了整整10倍。当他意识到了这笔贷款永远都还不完，自己的双腿本就残疾，如果再被小帅废掉一只胳膊，以后的艰难日子根本无法想象。为了不拖累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此生。从这以后，妈妈总是以泪洗面，最终决定给儿子复仇。